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 J.K. 罗琳算是惹上麻烦事儿了。巴黎奥运会举办期间，他曾多次在网络上讽刺阿尔及利亚的拳击选手哈里夫是跨性别者，随后又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转发英国媒体卫报的报道，质疑包括哈里夫的跨性别者的真实性别，并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疯狂？等到有女拳击手为此受到了危及生命的伤害，还是等到有女拳击手因此被杀？据了解，这已经不是 J.K. 罗琳第一次公开反对跨性别者是女人的论述了。在此之前，他因为多次在网络上发表抨击跨性别者的内容，遭到哈利波特主角团的不止一次的背弃，甚至连他一手缔造的哈利波特也要与他这位作者断绝联系。这一切都魔幻到了极点，也让 J.K. 罗琳深感讽刺与失望。那他与自己缔造的魔法学院之间都产生了哪些恩怨情仇？要知道这些还得从1989年说起。1989年的一天，在一班曼彻斯顿开往伦敦的误点列车上，一位身材瘦弱、戴着眼镜、身穿巫师袍的小男孩引起了罗琳的注意，灵感由此诞生。之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横空出世，迅速火遍全球，成为价值250亿美金的特大 IP。J.K. 罗琳也从一无所有的单亲妈妈一跃成了全球最富有的女作者之一。2001年 ，J.K. 罗琳与现任丈夫尼尔·莫瑞再婚后，收到美国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邀约，希望能把哈利波特的第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搬上荧屏。双方达成合作，并顺利把哈利波特推向了全世界。J.K. 罗琳亲手缔造的魔法学院也成为华纳公司旗下最火爆的 IP。因为电影改编的比较成功，原著书籍也再次称为了畅销书。J.K. 罗琳也在影迷们的夸赞声中灵感大爆发，接连创作出哈利波特的后续系列。2007年7月，在推出《哈利波特之死亡圣器》后，哈利波特的故事才算告一段落。有人专门统计过，截止2008年 ，J.K. 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总共被翻译成了67种语言，全球累计发行超过4亿册。2010年，电影版的《哈利波特之死亡圣器》拍摄结束，这也宣告着哈利波特的电影系列落下。虽说小说里的故事可以告一段落，但现实中的 J.K. 罗琳与魔法学院的恩怨故事才刚刚开始。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2021年英国计划简化跨性别群体的身份认证程序一事。这样的政策本来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目的是减少人们对于跨性别者的歧视。可关键这项提案里有一条这样写道，就算没有做变性手术的人，只要自己认为自己是异性，就可以被定义为跨性别异性。这项政策瞬间引来了诸多质疑，其中一位名叫 Maya 的女士极力反对这项政策，她认为这会侵犯到女性的性别空间。她很难想象该政策实行后，一位生理上与男性毫无差别的跨性别者肆意进出女厕所、出入女性浴室的场景。但谁料玛雅的发言不仅让她受到了诸多舆论攻击，甚至还为此丢掉了工作。J.K. 罗琳得知后很赞同对方的理念，也曾公开为玛雅打抱不平，觉得这种毫无差别的接受跨性别者确实对女性的人身安全有潜在威胁。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 J.K. 罗琳还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对跨性别人群的看法。如果性别不真实存在，又何谈同性之爱？如果性别不真实存在，那么全球女性因为性别而面临歧视的现实也将被抹杀。我认识也爱着跨性别人群，但抹除性别的概念也抹杀了很多人讨论自己生活的能力。说真话，并不代表有仇恨。他的这番观点被很多人解读为恐跨。随着舆论的越演越烈，事情俨然在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因为 J.K. 罗琳曾给自己最喜欢的作家斯蒂芬金留言说，我对斯蒂芬金的喜爱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为此，粉丝冲到斯蒂芬金的社交媒体下留言，要求他与仇恨跨性别者划清界限。也许是受舆论的压迫，斯蒂芬金不得不在社交平台回复，我认为跨性别女性也是女性。这样的一番发言也让罗琳看透了对方。事后他不仅删除了这条留言，还一并取关了对方。2020年6月 J.K. 罗琳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事情的起因是在接受采访时，他特意批评了一则新闻报道。在他看来，报道中所用的来月经的人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他也明确表示，这里用女性来表示会显得更合适。这一番言论瞬间让不少跨性别群体炸锅了，尤其生理性别是女性，但自我认知却是男性的那个群体。J.K. 罗琳的观点无疑是在否认他们的存在。即便 J.K. 罗琳之后发文澄清，说自己也有跨性别的朋友，自己没有在仇视跨性别者，可还是引
引起了不少跨性别者的不满。这次 J.K. 罗琳与少数群体的骂战达到了高潮，罗琳自己或许都没有想到，简单的几句话就引来了这么多骂声。当然，他人的不理解以及网友的责备并没有让 J.K. 罗琳觉得难过，直到哈利波特几位主演站出来反驳背刺自己，让他难以接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作为哈利波特原著的作者以及影视版执行制片人，可以这么说，火遍全球3位国际童星哈利、丹纽、赫敏、艾玛沃特森以及罗恩、格林特都是 J.K. 罗琳一手捧红的。随着作品结束，离开了哈利波特这个爆火 IP， 这3位在没有任何代表作的情况下， J.K. 罗琳依然在续集中继续选择沿用他们。作为正常人，最起码的感恩之情是要有的。可没想到2020年7月，随着外界抵制 J.K. 罗琳的呼声越来越高，3人和那些抵制者一样，持着要和他划清界限、势不两立的态度。其中称为反罗急先锋的便是3人中唯一的女主赫敏·艾玛沃特森。她先是发文力挺跨性别群体，接着便疯狂投身于这场性别运动中，并且在之后出任联合国妇女全能属亲善大使。他直言，只要哈利波特系列里还有 J.K. 罗琳的身影，他就不会继续参演。坚决的态度可能连他自己都忘了，自己之所以有赫敏这个称号，也是 J.K. 罗琳当初亲手为他打造的。艾玛沃特森表示完态没多久，接着哈利·丹纽也发声了。丹纽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支持跨性别者，还曾在公开场合多次反对 J.K. 罗琳的言论。也许是为了让自己的话显得更有说服力，他还特意提到，许多跨性别者都很喜欢哈利波特，尤其是孩子和年轻人，甚至他自己还曾在特雷弗项目工作过，而这个项目本身就是一个致力于消除跨性别歧视的项目。眼看着铁三角里有2位都已经发声了，罗恩的格林特也紧随其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过相比起前2位激进的措辞，他声称尊重 J.K. 罗琳的观念，但反对他的立场。以后他也将拒绝与 J.K. 罗琳合作，并表示跨性别者是有价值的群体，我们需要维护。至此，靠着 J.K. 罗琳赚取最大名声的3人全都公开反对捧红自己的母亲 J.K. 罗琳。3人的行为自然也让许多网友看不下去，有人骂他们无耻，不该诋毁让自己收获名和利的恩人，还有人表示如果没有 J.K. 罗琳，你又会在哪儿？甚至还有人直言道，没有 J.K. 罗琳，谁会认识你们？不过指责归指责，既然主演们都已经站出来组队了，那么其他团队自然是要跟上节奏的。于是读者和影迷们开始陷入与 J.K. 罗琳划清界限的疯狂行为中。哈利波特系列最大的2个粉丝网站全数删除了所有与 J.K. 罗琳有关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就连与 J.K. 罗琳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演员都发表长文表示不认同他的观点，声势越演越烈。之前与 J.K. 罗琳合作过的导演、演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纷纷发文谴责，与他划清界限。这场网暴从线上甚至延续到了线下。J.K. 罗琳后来发文表示，自己收到的死亡威胁多到可以把自家房子糊满。尽管如此，对他的网暴、攻击、谩骂、骚扰也从未停止。当然，有人责备 J.K. 罗琳的做法，自然也有人支持他。而在整个哈利波特的魔法学院里，只有3个人站在了他这一边。第一个便是整部系列里的终极大反派伏地魔拉尔夫。他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力挺 J.K. 罗琳，还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针对 J.K. 罗琳的谩骂是令人作呕的事情，简直糟糕透了。第二个站出来的人便是系列中最令观众反感，也是 J.K. 罗琳最讨厌的角色之一，马尔福·汤姆·菲尔顿。对于 J.K. 罗琳的观点，他表示，我和我很多朋友的想法都不一样，我支持言论的自由，也支持讨论。然而仅仅是因为他的这番言论，大量网友便把矛头指向他，紧接着便对他全方面网暴，甚至在他本人一场直播中差点把他骂哭。至于这第3人，便是片中马尔福父亲的扮演者杰森·艾萨克斯。他认为在与 J.K. 罗琳进入深入交流前，自己并不会轻易在背后捅刀，公开攻击他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说起来也够可笑的， J.K. 罗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笔下的正面人物纷纷与他断绝关系，生怕自己会受牵连，反而是自己打造的反派人物却不顾世俗的评论，从一而终的力挺他。这一回 J.K. 罗琳算是败给了自己打造的魔法。当然魔幻的事情不止于此，在哈利波特20周年的特别节目重返霍格沃兹中，魔法世界的缔造者 J.K. 罗琳竟被公开除名了，甚至在晚会和纪念活动上，所有的演员和主创们都悉数到场的情况下，唯独少了他的身影。之后当华纳放出要拍摄剧版哈利波特的消息时，黑粉们再次公开作妖，抵制 J.K. 罗琳担任与剧版有关的所有职务。只可惜 J.K. 罗琳是哈利波特整个系列的作者，手里握着 IP 的版权，想要靠舆论来威逼 J.K. 罗琳和华纳做出妥协，未免有些痴心妄想了。经过4年的
拉扯，最终 J.K. 罗琳还是胜利了。华纳还是决定把剧版《哈利波特》的选角权交由对方。这也就是说 ，J.K. 罗琳在经历了网友和黑粉们一系列的争议后，不仅拥有了《哈利波特》剧版的选角权，还能每年领到2000万美元的酬劳。对此，有粉丝问他，不怕部分人对他实施抵制，以后没有人来买他的书，作品也没有观众看吗？ J.K. 罗琳只是淡淡回复了一句，每次看到这些谩骂，我就会打开发行商寄来的邮件，看看上面的金额，我就不再烦恼了。其实 J.K. 罗琳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也不属于个例。例如现如今在美国有一个网络表格，需要从97种性别中选出你的性别，这不仅让人感到匪夷所思，谁也没想到这个世界上会有除了男和女之外其他的性别，甚至连沃尔玛购物袋这种东西都能称之为一种性别。而在2021年12月，在英国就曾发生过一起一名多次玷污女性的男性犯罪者，仅仅是因为他自称是女性，从而被送往女性监狱的事件。而这名男子被送入女子监狱后，自然不忘本性，再次玷污了监狱中的2名女子。而当他被提起诉讼时，他却表示早已决定从男人变为女人。当年这样的奇葩新闻可以说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可最后这名男子竟还得到了保释，直到2023年初才被判定为有罪。类似于这样离谱的案件不止这一件，英国一名为克莱夫的男人长期将自己的魔爪伸向亲生女儿，直到9年后女儿长大，他才被警方逮捕，但面对证据他全部否认。可惜铁证如山，他最终还是被判了15年，可仅过了7年就被释放了。原来早在监狱里他就完成了自己的转性，在新记录上他曾做过的坏事全部消失，而且还在新身份下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J.K. 罗琳早已经看透了这一点，于是在2021年12月那起奇葩案件发生后，就在社交平台上愤怒发文，可这并没有引起众人的关注。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反而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如今细看他的观点，不难发现在这场风波中他才是那个正常人。第一点，他认为维护所谓跨性别者的权益有损真正女性的权益。若是一个男人只要声称自己是跨性别者就可以去女厕所，这是极其恐怖的。第二点，大多数女性去做变性手术，并非发自内心真正认同自己是男性，而是为了逃避女性在社会中弱势群体的身份和地位，是一种畸形的慕强心理，无疑会对日后的女性群体产生不可逆的伤害。第三点，跨性别倾向可以通过心理干预矫正，并非只有用变性手术这样极端的方式。这3点条条在理，可跨性别群体却条条视而不见。他们所秉承的其实就是一种自私权，我只看到有利于我的权利，我也只认为我的权利不应该受到侵害，至于其他人的权利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他们所坚持的言论自由只是单方面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而其他人只能默默承受。当然 J.K. 罗琳身上有着许多标签，像什么单亲妈妈、魔法学院之母、伟大的女性作者等等，但在这场特殊的战争中，他就是一个勇士。他几乎是独自站在了支持跨性别政策的人们的对立面，而最令他感到痛心的莫过于那些他曾视为亲密无间的朋友都误以为他反对的是跨性别群体本身，但实际上他对每一种性别都抱有深深的尊重。他所坚持的不过是任何形式的包容都不应牺牲其他群体的权益为代价，真正的平等是不让任何人的权益受到不公正的剥夺。而如今 J.K. 罗琳的战争还在继续，到底何时能够从这个魔幻世界走出来，依然是个未知数。